从未见过如此贪生怕死的绝世高手，手握一杆9尺7寸亮银金枪7749路疾风骤雨枪法，更是冠绝天下无人能敌。但只是在院内喂个鱼的时间，就需要4大金刚和13太保贴身保护，衣服之内更是穿着刀枪不入的金丝宝甲。此人便是洛阳枪王金枪里，只因他将面临一位世间最可怕的隐形杀手。就在此时，一只青蛙突然跃入池塘之内，惊起一条鲤鱼，其身旁所有部位立马拔出兵刃严阵以待。更有一人挥剑之下将鲤鱼拦腰斩断。就在所有人以为是虚惊一场，放松警惕之时，远处竹林之内的暗器瞬间激发，无数巨大石块朝着金枪堡院内飞射而来。连续不断的石块猛烈暴击，顷刻砸得4大金刚、13太保在内的所有高手人仰马翻，东倒西歪，就连坚实的屋顶都被一块巨石瞬间洞穿。正在所有部位离开金枪里身体范围3尺之际，一块巨石猛然爆开，一人手持长剑凌空飞射而来。他在洞穿金枪里脖颈的刹那，迅速拔出长剑凌空飞身遁逃而走。只见他轻功绝顶，如影似魅，只是眨眼之间便来到高楼顶端。此人便是武林之中最强杀手孟星魂。相传江湖武林有2大超级势力垄断，一是以江湖枭雄孙玉帛为首的孙府，他也被世人亲切称为老伯；另一股势力便是由万鹏王所领导的12飞鹏帮。但在2股势力中间却有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存在，那便是孟星魂所隶属的势力快活。回来了，我几天没合眼，我想洛阳的生意买家很满意，银子已经给你送过去了。江湖上能有如此轻功，就是奇呢。不出3个。此女子便是快火林的老大高继平，也被江湖人称高老大。他武功盖世神鬼难测，江湖上根本无人知晓他的武功究竟有多强。其名下快火林隶属于孙府和飞鹏帮的交界之处，里面酒色财气应有尽有。表面上快火林脱离江湖，不掺杂武林的任何争端是非，背地里真正的大佬乃是孙府的老伯，就连高老大都是他的情妇。快火林专门为老伯监视和搜集飞鹏帮的所有情报，但高老大野心勃勃，并不满足于此，他在暗地里偷偷豢养了叶翔、孟星魂、石群还有小何4位举世无双的金牌杀手为自己铺路。他深知老伯的脾气秉性，只有如此，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人就是我的气，有了这口气，我才能活得踏实。很快，此事便被老伯察觉，他绝不允许别人威胁到自己，于是立马安排孙府的管家绿香川对此展开追查。他要知道究竟是何人在背后帮助高继平操纵一切。深夜，高老大兴致勃勃地返回房间，不料顿感一阵无形杀气弥漫在整个房屋之内。高老大当即凌空转身飞身而上，并以急速之势窜入卧室之中进行探查。正当他来回寻找疑惑不解之时，一人从帘子后面慢慢出现，来人正是老伯。只有你老伯能在我这儿来去自如，天底下只有你能做到。老伯来此一方面是要与高老大修炼凹凸神功，另一面就是试探虚实。怎料高老大却趁机提出了条件，高老大要在老伯下个月初850寿辰之时名正言顺地出现为他助手，实则就是要老伯当着武林群雄的面给自己一个名分，成为孙府的真正女主人。好，哪天你来，我会给你意见。高老大听后甚是高兴，但他并不知道自己也将面临一场杀身之祸。你是谁？韩唐。此人名曰韩唐，乃是孙府老伯麾下第一悍将，他武功盖世天下无双。江湖曾传欲杀老伯先杀韩唐，原来就在刚刚，绿香川哄骗老伯女儿小蝶喝下感冒药，准备强行抢修卷帘门，不料中途却被老伯传唤，只能暂时离开。正巧快火林第一杀手叶翔潜入房间刺杀老伯，却无意捡到了如此大漏。为了拯救小蝶，他只能不情愿地捐献了1个亿的小目标。事后叶翔跑到树林之内，非常自责。作为快火林头号顶级杀手，就连一阵逼人的杀气慢慢靠近都没有察觉。等到此人走到跟前，叶翔才心中一惊。你是谁？韩唐。近年来，江湖上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杀手，杀了很多很难杀的人。这个人是你吗？叶翔听后并未回答，而是拔剑朝着韩唐攻去。2大巅峰高手之间的对决就此展开。但见韩唐剑体下压，顿时火星四射，嗤嗤作响。在抽出长剑的刹那，2人同时凌空转体展开近身刚猛对拆。叶翔乃是快火林高老大麾下第一头牌杀手，一向冷静睿智，武功高强。他曾为高老大执行568次刺杀任务，从无失手一次。但如今面对江湖上最顶级的剑客韩唐，他却无法凝聚心神。韩唐却是剑法犀利，越战越勇。只见他凌空转体急速攻出，犀利狠辣且又霸道的剑锋朝着叶翔直逼而去，电闪火花夹杂金属交割之声，势如破竹，剑尖急转之下直逼叶翔的咽喉。叶翔见此急速后撤身形躲避攻势，怎料韩唐剑速更甚，在叶翔后撤100米之后，韩唐剑锋竟无偏离他脖颈半寸。你瞧不起我，和我过招还能心有2用，你是第一个。叶翔已彻底落败，也将失去往日的杀手信念。他刚刚与小蝶修炼完凹凸神功，根本无法凝聚心神。韩唐也已感知叶翔此刻已经没了杀气，只有一股铁汉柔情。但一向杀伐果断、冷血无情的韩唐，今日却并未痛下杀手。这可能便是高手之间的英雄相惜。叶翔失败之后，并未返回快火林去见高老大，而是慢慢走入河中，准备自杀。正在此时，一人凌空飞身，脚踏水面，急速而来。他一手用力提起叶翔，返回岸边。来人正是快火林第2杀手孟星魂。叶翔刚刚在回春堂的大夫处得知了小蝶的状况，小蝶此刻受了刺激，不吃不喝也不肯服药，一心只想求死。叶翔以为是自己伤害了小蝶，自责不已。韩唐这边，他回去之后并未向老伯如实交代，而是告诉老伯叶翔已经死在他的剑下，这可能就是老伯所说的这个原因。能跟你过招的人已经不多了，
你觉得可惜是吗？不久之后，高老大再次找上叶翔，指派了杀人任务，但叶翔握剑的双手已是颤颤巍巍，不听使唤。他在1个时辰之前，在刺杀雷老三之时，已将其轻松击败，本想在最后收尾的阶段，却无法通假杀手。他此刻显然已经失去作为杀手的资格，这让高老大知道以后非常震怒。这是你第1次失手，我只容许这一次。